好，接下来我们要持续来关心是张幼霞落马到大概时间是半个月的时间。那最新进度，习近平他视讯了一线的官兵哦，特别强调是听党的话，跟党来走。那另外一边，美国的 CIA 也有所动作了。最近呢，趁着中共的军政高层洗牌的时候，他也来做见缝插针，能不能成功得逞？今天会一起来做关心。好，张幼霞可以说落马半个月的时间，中共高层掀起了不少的震荡之际，来自于外国媒体这边做了一些分析，是法国的广播公司报道，他说近期习近平有2个动作，他认为可以特别的来做关注，我们也来特别解读一下他的这2个动作。首先第一个是呢，习近平在北京通过了视讯去慰问这一些官兵，强调的是去年真的是很不平凡，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二个事情我们来看到他在慰问这一些部队的老干部的时候呢，还有这些官兵的时候，他特别强调呢，是基层官兵坚定听党话，跟党走，忠诚履职尽责，是完全过得硬，信得过的。为什么在此刻要突然间视讯一线官兵，并且强调听党话、跟党走等等？怎么解读？张将军，他还是要走到中国共产党来引导，党指挥枪，这是中国大陆一向的政治文化。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那是最大的，他就是党里面最高的，那党在指挥枪，所以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最高领导人就是兼中央军委会的主席，这是一样的。这个中央军委会也是一套人马，2块招牌，一个是这个国家的中央军委会，一个是党的中央军委会啊，这是同样一套人马，所以。中国大陆这个枪杆族出政权之后啊，党指挥枪的这经过了100年都没有变啊。从民国10年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开始，到现在2026年了都没有变过。那现在如果是这个张幼霞，他在党里面有这些跟习近平这个意见不同的，你是要动摇这个习主席吗？因为这个中央军委会主席习主席，那你就是要动摇党的哦。因为他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你是怎么办？不可能，中国共产党不可能这个以军来领政，你怎么可以拿这个枪来指挥党？不可以，党指挥枪，回到原点，你再厉害，不可能去拿这个军队去指挥党，不可能。所以我们可以知道，那习近平在公开场合他不可以这样讲，因为这个政治上面这方面的问题啊，他就讲到了反贪腐。你张幼霞是反贪腐，任何人这个官做越大，贪腐的这些案子啊，或多或少，也许是小拿小贪而已，但是问题我可以扩大，是这个样。所以来看，拿反贪腐做理由是最好的。所以啊，并不是说这个枪会反过来指挥这个党，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大忌，绝对不可能枪过来指挥党的。这个张幼霞犯了这方面的大忌了。他可能想要架空习近平，那你架空习近平就是要架空中国共产党，因为习近平就代表中国共产党，他最大的嘛，他总书记嘛，所以可以看这个是个政治问题。我认为贪腐问题还是做其次，小拿小贪你要大办吗？而且有这个2代的革命感情，那你要真的要这个大动干戈吗？也会造成这个习近平的威信受影响啊。但是不得不办了，因为这个已经是枪要来指挥党了，枪要来领导党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共产党的大忌哎，怎么可能办？非要出手不可。所以啊，张幼霞就中箭落马。然后习近平利用春节的时候啊，到各部队做巡视、做文宣，解放军报也好，人民日报也好，通通都会做报道。哎，这就完毕，全国水无红了，还是党独大，还是党又回到党指挥枪了，又回到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历史性的领导，这个是不会变的。好，厉将军又怎么看？这个习近平现在有没有重新稳固军心哦？我们有一个人可以这个替习近平打包票哈，这个人叫川普哈。你记不记得川普前2天讲什么话？他问他这个问题，他说他只认识中国大陆的老大叫习近平。可见我跟各位讲，美国还是有他的情报收集的系统啦。如果说是中国大陆内部有任何的这种动荡的迹象来讲的话，那以美国一定是见缝插针嘛，扩大暴动嘛，这是必然的事情。但是
从川普讲这句话，代表说他所掌握到的情资，习近平已经重新掌握了整个，包括到军权，包括到政权，他都掌握得很稳固。所以他会讲说是，他认识的老大，唯一的老大就是习近平，他讲这话。第二个我们看到哈，习近平这次这边特别慰问这些所谓的京城部队的老干部，这代表释放出来一个很重要一个含义。试问一下，这些老干部以前谁提拔的？不是习近平提拔的，他们可能是在这个江泽民时代哈所提拔的这种军人哈，或者是高阶的将领，甚至有可能是在这个胡锦涛时代啊所提拔的。当这些原来这些这个老一代所提拔的这些老干部哈，现在在利用春节的时候把他们结合在一起哈，大家鼓掌欢迎，表达对习近平的这种热忱的拥戴。我觉得这后面所代表的含义是军心很稳固哈。那时候大家讲说，张又侠有没有可能这个架空习近平？甚至于有传言说这些老干部不服气，然后说是张又侠联合一些这个老一辈的势力，想要推翻习近平。现在这一切都是证明一切都是假的。习近平现在就做给你看，这些老一辈的军心我已经稳固住了。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军人来讲的话，其实很尊重老干部的。像我个人到现在为止，像我以前的这种老长官，我到现在还是很尊敬的哈。就像是帅化敏帅将军哈，他是以前我老长官，我到现在为止还是很尊敬他。我看到他一定先敬礼，这是我们军人讲究的是军中伦理哈。当这些老干部这个去跟他的徒子徒孙，或者是他的子弟兵讲说这拥护习近平哈他也做出来这种动作，他以身示范，我相信底下的军心马上就稳固下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军人讲究的是军中伦理嘛。那如果说这些老干部这样，你想想看，这个整个这个还有几个人能够做官？当然不否认了，张又侠可能也有一些他的派系人马，但是传说中哈。当张系的一些军中干部，由于看到张系已经倒台了，张又侠已经倒台了，有些传说中他们已经这个打报告，这个离职了甚至于报退伍了，甚至于有些人就改变他原来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明显的，在这场斗争之中，如果说是把它归类为一次的军中的人事的斗争，我觉得习近平是完全的掌握了上风，也完全掌握了军心。尤其是说最重要的，他特别跟所有人讲这次军中的这次人事的风暴，定位在一个反贪腐，也就是说反贪腐，我想说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嘛，大概所有的官兵不会有所疑虑或有所的疑问，因为没有人会认为说贪腐是正确是对的，所以当这个标的一定出来之后，我觉得对习近平来讲的话，更有助于他稳固在解放军之中的领导能力。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系列的事件发生之后，就是张又侠事件发生，等于是习近平在整顿自己内部的这个解放军的高层。那美国的 CIA 看到这个状况，想说，中国正在整顿嘛，那是不是他想要在这个时候来见缝插针？因为这时候 CIA 就突然间出手了，这是来自于路透社特别做的报道，说呢 CIA 这边推出了一段是中文的中文影片叫做《挺身而出的原因：为了拯救未来》。透过一名是虚构的中共中阶官员的视角，那么也透视了中共军队内部的现况，表达这个军方的领导自私自利那么目标就是希望能够见缝插针，中共的高层能不能找到这当中的潜在线人，然后让内部更加震荡？那李老师又怎么看？OK， 不管唯利是图、自私自利，这都是情报这个单位所做出来的一些认知战。那我们知道情报这个单位呢，它最主要是什么呢？绝对不是收集情资而已，当然也很重要。最重要是要制作一些可以能够打击敌人的一些假情报。那么我们想太多了打伊拉克有一个假的这个玻璃瓶里面放了所谓的毁灭性武器等等的。那我们也知道反送中从2019年，我相信这个CIA也布局了非常多人在里面做所谓的煽动产生的所谓反送中，结果还是失败了所以他这次一定也会想见缝插针，但是会不会赢，我觉得没那么容易。当然大家可以看到嘛，川普不是也做了一个动作，然后告诉这个意见人士，就伊朗那边说，你们尽量去抗议，尽量去反尽量反，而且我们援助就在路上，他非常清楚的告诉，都在做这个动作，不止 CIA 啦，总统也很会搞这个。我觉得美国呢都一路在全球的布局了他 CIA。的确，他会在这种关卡时候会见缝插针，可是
刚才我们这个张也讲过了。我在分析啊，从1925年之前，大概就军党政，以前都军阀时代嘛，军人不管后来到了二战的时候，不管麦克阿瑟或谁，都只要是军人最大，后来变党政军嘛。然后像台湾这边有个共产党、国民党，那后来变成政党军或党政军。我们的对岸还是党政军，所以他只要党领政就够，所以解放军应该是最后排序的，也就是。